做5金，它的营业额很高。我比如说我做办公用品，每个月有3万的营业额，如果做5金的话，就是30万的营业额。早年的话，其实还是挺赚钱的，我也是就赚到了第1桶金的。大家好，我是王秋库啊，今天来拜访一下嘉定的5金皇后啊。大家好。那么姐啊，你是嘉定本地人啊？对，是的，嘉定本地人。听起来你是开5金店起家的？是的，我是从02年创业的，然后做了20多年了呀。那你那时候怎么会想到做5金店的？因为我是中专毕业啊，最早出来的时候我就在工厂做操作工啊，我大概1个月我就升为了车间副主任。哎呦，那个时候呢，我就特别开心，我以为我是自己这个能力超群。但是后来呢，大概过了1、2个月之后，就是老板找我谈话，就是我们最大的老板就说啊，你那个很不错，然后呢，我要提拔你，给了你很多的承诺。然后我回去之后，我特别开心，有这么大的老板就是赏识你。我们那个时候工厂大概也有几百个人的。然后我回家跟我爸爸一说，我爸爸就不同意，我爸就说不对，他说有问题的。我们那个年代的父母他很含蓄，他说这个老板名声不好，原因我知道，是不是潜规则你啊？其实是的啊，爸爸就是比较含蓄，他没有说。你爸爸蛮聪明的嘛。对，男人嘛，我觉得都懂的，都懂。对，男人可能更懂男人。然后我都不懂啊，我那时候很年轻很小啊。我爸爸说不行的，这个公司不能待，然后就是立马让我辞职啊。我那时候很不理解啊，但是呢，还是因为我平时就从小就是乖乖女嘛，就是听父母的话的。那爸爸不会害你的，虽然我不是太能理解，然后就是听爸爸的话啊，那就辞职。那么厂里出来之后呢，你就开5金店去了？我一直想创业的，但是那个时候钱比较少，我就回家。原先是想跟我爸爸去要点创业资金的，没有想到呢，他是坚决反对，因为他自己是做这个销售出身的嘛。我爸做了几十年的销售了，而且一直都是销冠。他就说做生意非常辛苦的，都是你要求人呐，就是女孩子不适合做生意。所以他说如果我是男孩子，他不仅会提供资金，也会大力支持我，但是我是女孩，他是坚决反对的。他说如果我要是创业的话，他就跟我断绝父女关系。你爸也蛮狠的嘛，这是的。那其实我创业的1年啊，他1次都没有来过我公司，没有给过我任何的帮助，然后还很生气，我回家吃饭他都不跟我讲话的，都不理我的。差不多有过了1年以后才慢慢缓和。那其实过完1年以后，其实我的公司也慢慢成长起来了。你那个时候为什么会做5金店呢？那时候刚开始不做5金店的，因为第一呢是我只有3万块钱，我根本就做不了什么。我去看了，我本来是想做服装的。那个时候我们嘉定的那个城中路、塔城路，就是商业最繁华的2条街道了。我去问了一下，转让费8万。房租1年8万，我一看我这3万块钱什么都干不成呢，然后我就苦思冥想。后来呢，我就是因为跟我同一时期毕业的时候，同学很多都是在企业里面做这种什么人事主管啦、总务啊这些，那么我就找到我的好朋友，这也是我的人生中的第一个贵人，然后就跟他说，我说我要做你们公司的那个办公用品吧，然后他就跟我说，我们办公用品1个月也就大概3、5千块钱吧，我就有了这1个客户的前提下，我就去开了公司了。后来就是慢慢的到了第2个月，我找了第2个客户，第3个月第3个客户，就是营业额也不断的上涨。然后后来就是在做的过程中，我发现啊，做5金它的营业额很高。我比如说一个厂，我做办公用品，每个月有3万的营业额，如果做5金的话，就是30万的营业额。然后我开始就是慢慢的接触了5金这个行业，转型了。5金的话主要是做哪些零件呢？我们一般的话都是供一些外企业，像一些螺丝螺帽呀、定制的产品呀，还有一些牢房用品啊、工作服啊、拖把扫把呀都有。企业这个消耗用品我们都可以做。慢慢的这么多年做下来，就基本上还是蛮赚钱的。做5金早年的话其实还是挺赚钱的，我也是就赚到了第1桶金的。也买了房子，也买了商铺，也买了车。你的意思就这2年很难做了？对，这2年是整个大市场，第一是因为电商平台对我们的冲击，然后很多那种像500强的企业，原先是我的客户的，他们慢慢的就会有那个 ERP 系统这种系统，他们要上，我们这种小公司我们是支撑不起的。所以说后来我就是跟他们这种大平台合作，就是我们供货给大平台，大平台再供货给企业，这样子来做。那这样做的话，等于这利润就小了呀。对，被他们抽掉一层。对，他们吃肉，我们就喝汤嘛，没办法，这个大趋势。那么姐，你说你老公是做什么工作的？他是做那个充电站的，上海裕力充电站。我们在上海现在也有30个充电站，就是我们是各自自己的事业。他赚得多，你赚得多啊？那肯定是他赚得多啊。这样，是的。听讲你儿子好像也去美国读书了，是吧？对，是的。你儿子美国读书这个费用贵不贵啊？1年？蛮贵的，差不多现在1年的话要80万左右。